大家好，我是艾迪先生。那最近我去买了一些核桃就在我这边有一盘核桃。目前这个核桃非常便宜但是只有生的才便宜，如果烤熟的那就贵了1倍。那于是我就买生的回来。那生的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烤。那因为这个核桃，各位可以看这是两面的所以两面都要烤到。那我们如果放在这个盘子里放到烤箱里面去烤，大部分的热量都是在上面，因为下面有一个陶瓷的保护，下面就烤不到那这时候呢，该怎么办？当然是放在这个铁网上去烤了。不过这很危险，你看这个要小心的放，不然就会掉下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比较好呢？我们来替它做一个不锈钢的笼子好了。那我这边有一个比较细的这个不锈钢网这是比较细的，因为核桃有时候它有一个小颗粒会掉下来事实上你不只烤核桃，你可能会烤其他东西也比较细那这个就够细的就不会掉到这个下面的加热管上面那当然这个只要依照里面这个铁网的大小来做一个篮子就好了。那我们开始来动手吧。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希望就是说做的比铁网架还小一点这样比较好进出啦那你如果太刚好的时候，就整个篮子拖不出来，这样对你来讲是比较麻烦你稍微剪宽一点再折下来因为你如果说刚好在旁边的话有一个刺刺的手摸到的话可能会受伤所以我们稍微剪大一点点。好，那我们宽度剪好了那再来就是剪深度这个深度的话，我是希望说有做一个类似围墙就是一个竖起来的挡着，可以让它不要往下掉所以我们大概各留1.5公分好了这样将来它不会翻到这个架子的后方去了。你稍微剪大一点没关系，因为它如果多的话，你可以用反折的方法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已经把它剪好了那我们依照它的宽度来做一个折的动作这边我们把它折起来，然后前面也折起来。因为这个铁丝的话，它旁边会虚掉，所以你一定要折起来才不会虚掉。那由于这个网子只有在烤栗子的时候才会用到，所以我们不打算跟铁丝网架做一个一体就是要用的时候才附加上去就好了。我们来比一下宽度也稍微略小这样的话将来它如果这个放在这里我们进去的时候它很容易拿得出来那我们只要将这个前后的挡墙把它折起来就好了。我们先把它放平好了，因为它这个不锈钢网在来的时候是呈现一个圆形的筒状的所以我们先把它整平好了。同样的它这个边缘也是要反折，才不会虚掉。
好，那我们把前后啊这个挡墙都折起来哈。那这个角度哈，不要垂直，大概60度左右就好。啊，前后都一样60度左右，这样比较有一个斜面哈，要拿取东西比较好拿哈，不要做一个直角啊，大概60度。好，那我们把它整平以后呢，把它摆进去看看，啊，摆进去，哎，有没有？然后这个很顺利的可以关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核桃放进去烤了。不过你要放进去烤，当然这要先洗过了。好，那我们这个不锈钢网已经洗好了啊，就可以把我们的核桃摆上来了。那当然你稍微跟它平均一下哈，然后你看这个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用的哈。不过我们今天准备核桃有点少，就只有这么多啊。把它平均分布就好了啊。然后呢，撒一点盐巴，撒一点盐巴啊，然后就可以下去烤。那你在烤的时候呢，除了核桃之外哈，你可以顺便烤一些薯条。像薯条的话，原来这个铁丝网洞那么大也不可能烤哈。那我们经过一番改造之后呢，比较小的哈都可以下去烤。下面的火已经上来了，上面应该也是有火。我想可以来看一下了。已经有点焦黑了哈。所以说，看每一个烤箱的这个热度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烤箱大概只能烤10分钟，而且我发现这个里面的也比较深，外面比较浅啊，所以你烤大概5分钟的时候你必须将这个整个食材把它对调啊。你看这边就比较深色了哈。好，那我们可以来拿一个来试吃看看咯。那我们来吃吃看吧。有点咸，因为刚才有撒点盐巴，还不错，有点咸味，然后酥酥脆脆的。那你可以等它冷却以后再来吃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现在是还热热的稍微冷却一下会酥脆一点。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希望各位呢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吃。